乜你覺得10兩銀呢個價錢好貴咩？咁你哋可以揾幾個平啲嘅，睇下嗰邊有幾個冇着鞋嘅，你俾幾兩銀佢，佢哋已經好開心。但係如果一個人連鞋都冇得着，你對佢有信心？这是《东邪西毒》中最有哲理的台词之一。衡量一个刀客的专业与否，要看他是否穿鞋。所以欧阳锋在帮红旗招揽生意之前，先替他买了双鞋。他知道，无论红旗功夫再厉害，却远远比不上相信一个穿鞋的人这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一个绝佳的营销案例，我们看到了做事前包装的重要，也能感受到鞋在电影中的力量，让重要的角色穿上一双明智的鞋，并且给上一个特写。这种来自大银幕的震撼，远比任何广告都来得直接。尤其在一部流行文化冲撞下的动画作品，主题上的老调重弹也抹杀不了最强的视觉呈现。拥有超能力的主角把这双球鞋的空间潜能发挥到了极致，而对鞋子特写的细节安排，则是故意满足拿着放大镜逐帧观看的粉丝。最终不仅成就了最贴合当下审美的超级英雄形象，也几乎成为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植入动画的广告。带上品牌标签的鞋的出现，成为了消费者幻想和放纵的主要目标。而当鞋的品牌意义与角色所赋予的文化内涵融合在一起，它所带来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时代和背景的局限。这如同猜火车这个迷幻的青春故事中，绝对离不开伊万脚上那双脏到不能再脏的鞋。这双饱经沧桑的鞋是伊万的个人符号，代表随心所欲的精神象征，同时也是被生活所殴打的隐喻，是这个错误的社会环境下内心的挣扎。这双鞋所续写的传奇一直影响到现在，它和各种各样的类型和题材结合，有时代表青春、贫穷、个性，又或是全部。它可以很正常，就像我们平常穿着的样子，也可以很疯狂，塑造一个从来没看过的形象，甚至会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场景里，展示导演故意为之的巧妙用意。即便镜头没有故意对准它，你也会感受到它的存在，以至于在电影之外仍保留出一点回忆。这几乎算是影视作品中出现频次最高的鞋。可即便这样，从视听语言对鞋子的开发程度来看，一切才刚刚开始。对电影中鞋最初的印象，可能是没有比它更普通不起眼的对象了。尤其在和服装的对比中，它所占的空间很小，全景的镜头下只能夹缝生存。当摄影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近，人物的姿态表情越来越具体时，鞋更加丧失了生存空间。除非好难过，头好痛，头好痛。因此当镜头目标明确地对准鞋时，就必须给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比如一种让人无法躲开的目光。或者是一组动态镜头。三姐，切磋下啫，唔使拆祠堂係嘛？也可以非常直给。Luke， 影视对鞋的青睐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一双有灵魂的鞋一定藏着一个故事。就像灰姑娘的另一个名字《仙履奇缘》，无论是它的原始版本还是影视呈现，水晶鞋都成为了被拯救的关键，是故事中最迷人的符号。不过原本灰姑娘穿的是松鼠毛皮做的鞋，只是在后来的口头传播的过程中被误作是玻璃做的。由此可见一双美好的鞋对童话的重要，而这个故事也变成了女人爱鞋最早的论证。Oh, I love your shoes. Oh, thanks. They are cute, aren't they? Where'd you get them? Shoes for Less. I've been meaning to go over there. Oh, great selection, great prices. My mother was right. Hell is real. 鞋在女性群体中通常充当了表达善意的信号，它被视为女人身上最重要的物品，可能神奇地将它们变成美丽、快乐、自信，或是最邪恶的人。电影中对一双鞋的展示，如同展示女人的身材样貌一样重要。贵的鞋子不只看着漂亮而已，它和女人之间还会产生情感的联系。英国卫报曾在相关的评论中提到，
观众只喜欢剧里的某些内容，引起他们共鸣的剧情也是故事中女主们关心的问题，什么都没有脚上的鞋更重要。随着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崛起，鞋的表现更有了夸张的空间，甚至会成为最顺手的武器。这种鞋子情节不分种族、年龄、阶层，有时甚至不分场合。正如《侏罗纪》中不切实际的高跟鞋所引发的讨论一样，这个穿着高跟鞋和霸王龙赛跑的疯狂想法，既令人分心，也让整个场景十足荒谬。由鞋所带来的别样快感被广而告之，女人的鞋被恰如其分地镶嵌在不同时代的文化版图上。正如法国诗人及剧作家华莱里的名言，每个人都属于两个时代，包括我们身处的时代和银幕上或思想中的第二个甚至是第三个时代。花样年华中电影的时空被凝固在了60年代，而苏丽珍的绣花鞋是这个时空里赖以进入的设计。它是一种情调的联系，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代表了王家卫电影中永恒的主题：记忆与忘记。重庆森林里跳脱且带点神经质的阿飞的鞋，则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净化并抽离了的90年代。这里的人物、环境和故事有更多的可能。口中遇上0.01公分女人的何志武，为了一个离开的人啃掉过期的凤梨罐头，也曾不经意地对一个不了解的人流露出隐匿在心底的情感。她昨天晚上一定是走了很长的路。像她这么漂亮的女人，高跟鞋应该是要很干净的才对。对不起，我那天看电影。姜文电影中最风情万种的鞋出自一段很少被提及的时期。透明塑料凉鞋的质地就像陈冲扮演的林医生的头发一样，永远湿润躁动，而故意引火烧身的林医生羞涩又大胆的扭捏，则是被制约下欲望的呼之欲出。更让我们直观地看到那个极度压抑个人性欲的时代。你看他怎么强吻。鞋坐落在一个不可思议的门槛上，它部分属于地球，部分属于我们的身体。它将我们和地球分开，同时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电影中的鞋不仅是角色身上最亮眼的视觉识别符号，更是无形的欲望图腾。它们是女人的糖果，自由的诗歌，为我们的灵魂锦上添花。电影已经把对鞋子的想象装饰得五彩缤纷，但有时真正触及人心的故事，往往从一双最简简单单的鞋开始。Look at me. I'm 15 and a half. 这个镜头出自于杜拉斯在70岁生日前后写的自传体小说的电影版，叙述了一个稀少的、情色的、碎片化的悲伤爱情故事。电影用镜头重现了作家美丽而梦幻的文字，尤其对于记忆中鞋子的描述。第一次鞋的出场一闪而过，被随后画面大片的黄色覆盖。热得发黄的天和当地人黄色皮肤的对比下，让我们不禁对鞋的主人产生好奇。第二次我们看到了少女的样子，那看似稚嫩的身材已经显露出女人的痕迹。这一回鞋的动作好像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白人少女姿态上显示出的十足优越感，让她穿的鞋和戴着的帽子一样引人注目，而她好像明显知道这些。这一次鞋的特写足足有7秒，是整个开场停留时间最久的设计。它紧跟在对少女头发、发饰和衣服的特写镜头之后，这些是她家庭困境的标志，而鞋无疑透露出更多。她好像很漂亮，足以让所有的鞋在她的面前黯然失色，但却不是通常情况下一个少女会选择的鞋，看起来太过成熟。同时她的粗糙和破旧更证实了少女的家境，看得出是穿了许多时日，有可能是她唯一的一双好鞋。这双鞋的作用远远不止表面的含义。要知道，电影是一个流动的系统，它带给人的想象藏在镜头之间，而鞋在此处并不是一个单独分割出的元素。它在画面中的力量存在于一组镜头的设计中，从第一次鞋的闪现，到展示鞋的姿态，直到最后的特写，更像是从一个外人的视角，一步步实现对少女的偷窥。
最终3个镜头的结合得出了一个完整的画面：一个戴着男士礼帽、穿着破旧又俗气高跟鞋的白人少女，对鞋的展示不厌其烦，与男人们的注视有某种关系。即便对方是一个优雅的、身穿欧式皮鞋的、像西贡银行家一样的男人，在殖民地，人们总会盯着白人女人看，尤其对于她这样的女孩。Excuse me, mademoiselle. Do you smoke? No, thank you. 少女白人的身份和气质让她有一种优越于他人的傲气，而这双俗气的鞋反倒向外人透露出她并非不可一世。这会吸引男人，对她有好奇，甚至产生渴望。Goodbye. 湄公河的气味和颜色，周围奇怪的声音和神秘的地域，这种微妙的环境产生了许多矛盾，关于种族、性别、年龄，也关于欲望。一个青春期的贫穷白人少女，她对于情欲的探索和期待是一个内心的出口，以至于都不在乎对象。而当欲望、羞耻和金钱混合在一起，她自己也无法判断这情感到底是什么。 Did you come here because I've got money? I don't know. 在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台剧中，这段场景的对话后多了一段少女的内心独白，虽然在电影中并不存在，但这段对原著更深入的延展，几乎可以印证我们通过鞋对她的猜想。剧本中写道：“我的母亲让我戴上俏皮的帽子，穿上鞋子，涂上口红和脂粉。唯一可能摆脱贫穷的不是她的儿子，只有那个女孩。这就是我母亲让我穿得像童妓一样出门的原因。但我发现我并不介意，我对钱很着迷，而且我已经知道如何利用人们对我的兴趣了。但这个人，这个来自满洲里的中国人是不同的。有一种语言不用发声就可以解读出很多，电影中的鞋就是这样。他在不动声色中告诉我们关于一个人或一次过往。穿着鞋的红妻赢下了那场买卖，然而在真正的比试中，他仍然选择把鞋脱掉。在这个醉生梦死的世界里，只有红妻是最清醒简单的人。他为了一个鸡蛋而失去一个手指，也不关心有没有鞋穿，而穿着鞋的欧阳锋绝对不会去这样冒险。这是人与人的分别。我終於明白嗰個女人點解會中意紅塵，可能係因為佢夠簡單。望住佢哋走嘅時候，我心係妒忌。曾經我都有個咁嘅機會，唔知點解我會放棄咗。